轻拿轻放。M1 版本的 iPad Pro 12.9英寸 1T 的版本啊，售价14000多。虽然说这次价格不便宜，但是如果你现在官网下单购买，也得在差不多2个月之后才能拿到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苹果前一段时间发布，但是你得过一阵子才能拿到手的 M1 版本的 iPad Pro。本视频由小白优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，全品类精品二手商城，生活用品5折起，能买也能卖，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。这台 iPad Pro 这次的关注度啊，甚至要比 iMac 关注度还要高。桌面端的处理器 M1， 这是不是苹果要把 Mac 和 Pad 这2个系统给打通？这也是大家最近一直在讨论的一件事儿。这个外包装盒上的这张壁纸啊，明暗的强烈对比度，这个应该就是预示着 HDR， 因为它采用了 Mini LED 的技术。后面我们会详细展开。Magic Keyboard 的白色拆开。Magic Keyboard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非常详细的视频，你可以回看一下。这个内外的白色不是那种特别亮的亮白，有一点点那种乳白灰白的感觉啊，这个稍微更耐脏一点。在 ID 设计方面和上一代这 iPad Pro 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啊，它是6.4毫米的一个厚度，非常的薄啊，然后682克的重量，但是里边这次可是大换血。首先就是 M1 芯片。当然，这个苹果这边官方也算是表示了啊，就是苹果呢不会把这个 Pad 和 Mac 呢给它进行打通。这个 M1 芯片的性能呢，我们之前给大家做过非常多的测试了，尤其是在 MacBook Air 或者说 MacBook Pro 上面，我们都给大家做过。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们之前那期视频，扬声器啊、麦克风啊，品质都非常高。在前置摄像头上，它这次发布会上也特别演示了，就是一个追踪的功能。靠这边，哎，它又过来了；靠这边，哎，它又过来了。这个是非常适合主播的一个功能，比如说你做直播是吧？你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动，然后不自觉的就会这个出镜了，给你做一个镜头像的一个追踪啊。它性能强大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次 M1 放到 iPad Pro 上面它有多强大。首先，纸面数据先给大家打出来啊 ，M1 照 A12Z 主频提高了 0.7G 赫兹。不说跑分，先看这个跑分的过程 ，M1 都肉眼可见的快。娱乐图不知道有没有适配完成，高了25000多分。Geekbench 5中旧款 iPad Pro 单核1129，双核4639 ，M1 版本单核1720，双核7250，相较于已经非常给力的 A12Z 又提升巨大。图形性能我们测试时 3D Mark 还没有适配啊，识别不了设备，后续适配之后我们再更新。实际测试中，我们先试了视频剪辑，用剪映合成4段6分钟的 4K 素材，添加4个动画，每段不同的变速，再加上4个不同的电影滤镜，我们已经感觉非常复杂了。M1 版本输出 4K 格式，开启 HDR 用时6分46秒，但前代也就慢了5秒钟啊，优势不太明显。也不知道是 A12Z 太强了，还是我们的压力不够，当然也有可能还是没有充分适配 M1 的极限性能。在专业建模软件 Sharper 3D 中，在实际建模的过程中，倒角等各种操作，因为 A12Z 已经非常强大了，两者相差不大，但是在导入相同的一个 STB 格式非常复杂的 3D 模型啊，也就是这辆老爷车啊 ，M1 新版 Pro 比老版速度足快了1倍，4分钟比8分钟碾压级别的，确实非常恐怖。游戏方面，鬼泣 iPad 版将会在下月上线，目前我们的极限测试原神体验上啊，特效全开，观感上二者体验差别不大啊，无论是草木的加载还是打怪时候的流畅度，应该是目前苹果的处理器已经吃满游戏的上限了。看来 Pad 端的游戏公司又可以开发新的大作了。由于我们的测试比较早，很多 Pad 端的软件呢对 M1 还没有完全适配完成，我们是一边感叹 A12Z 的变态，一边想着 Pad 上 M1 这么恐怖的一件事儿，什么时候 Pad 可以跑 macOS 啊？同意的请扣1。上一代 iPad Pro 加入这个 LiDAR 激光雷达扫描仪，这次它还提升到了16G 的运行内存啊，这也是为了充分发挥 M1 芯片在 iPad 上的这个性能，它都是极致的这个性能提升。其实对于普通用户来说，它的边际效应其实已经非常弱了，因为大众用户确实在平时用不到这么强的这个性能。如果你是一个重度的 iPad 的一个用户的话，
当然也分2类啊，一类是轻办公的啊，虽然说你天天带着这个 iPad， 但是你可能一个 iPad Air 就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日常需求。还有一类重度的 iPad Pro 的用户，他是非常专业的，比如说3D 的建模啊，比如说我喜欢用它来进行这个视频的拍摄，还有视频的剪辑，尤其是录音效果也非常的好。这个来说，对于你的提升就非常的大。这次它的屏幕名称呢，全称啊给大家打出来 ，Liquid 视网膜 XDR 显示器。这块小小的12.9英寸的屏幕，它就有2596个分区，有1万多颗灯珠。这个 Mini LED 技术呢，其实在电视的时候我们简单聊过，但是没有详细展开。它的这个优势呢，其实你看名字也能看出来，就是 LCD 的屏幕嘛，Mini LED 就是把这个灯珠给它变小啊，它灯珠是圆形的，但是它的显示区域是方形的。你的灯珠越小的话，这个4边4角这个暗区就越少啊，其实就可以进一步的来提升你的亮度。这次它是1000尼特的这个亮度，峰值可以达到1600尼特，比很多 OLED 的这个屏幕还要高的这个亮度。这也是苹果整个 HDR 生态最后一块短板吧，给补齐了。因为之前的 LCD 的屏幕是吧，这个HDR 这个没办法啊，或者说没办法很好的这个实现对比度更高啊，让你充分感受到那种火焰的炙烤感。Mini LED 的第2个优势就是它灯珠变多了嘛。如果某一些灯珠啊，比如说它素质没有那么高，或者说甚至它变成了一个坏点，其实在整个屏幕上你也几乎感受不到，因为它单位影响的面积也变小了，提升显示效果的同时，变相延长了它的这个寿命。第3个就是它的所有灯珠都是并联的，即便是提高了这么高的亮度，然后显示效果也更好了，但是它相对来说功耗还没有那么高。这个并联灯珠这件事情，你可以去详细回看一下你的高中物理啊，不对，应该说是初中物理啊。前面这几点咱们听着好像都是优势是吧？但是呢，这也造成了啊，它的电路设计是非常复杂的。电路复杂啊，非常直接的一点就是提高了成本啊，相对来说比较贵的。还有就是它对驱动 IC 的要求也非常的高。不过好在苹果之前有那个 XDR 那个巨贵的显示器是吧？展现了苹果对驱动 IC 方面非常强的这个实力，也算是技术的一个应用吧。当然说了这么多啊，其实用户感知最为强烈的就是看视频的时候，尤其是看 HDR 视频的时候，效果更加的棒，然后对比度更高，亮度更高，非常专业的，比如摄影师啊，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影像工作者需要用 iPad 来做监视器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便携式的监视器，甚至这个市面上没有之一。当然，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有人会说，是吧？感知不强啊，这个对于普通用户没啥用。其实，在之前 iPad 视频中，我们讲过很多次 ，iPad 这个东西，你买前生产力，买后爱奇艺，还是买前爱奇艺，买后生产力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产品，更没有完美契合你所有需求点的产品，这一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？还真不一定。同意的请扣1啊！我看评论，有些人我觉得他就想要一台这样的东西。我觉得在购买之前，大家一定要，我在每期视频都这样说啊，就是一定要想好，你一定要思考好自己的需求点，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个产品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是你的需求点和这台产品的功能点，这台产品擅长的地方并没有完美的契合到一起。它到底是爱奇艺还是生产力？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完全就是你自制力的问题啊，对吧？你不能你自己不好用，然后你回头赖这个产品不好使。99%的普通用户来说，一台 Air 就可以完美解决你的所有问题了啊！这样的非常极致的是吧？高达1T 的内存，然后 Mini LED M1 的处理器，它面对的就是非常这个专业，然后对性能要求非常极致的这一批小众的专业用户。在尺寸配置方面呢，我觉得苹果这次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分的，就比如说在11寸上，它更薄一些，5.9毫米啊，这个没有 Mini LED， 然后价格也要更便宜一些，但是它有最核心的 M1 的这个芯片，最高你可以选择2TB啊，将近18000块钱，再加上这个键盘的话，基本上2万块钱一台完全体的极致生产力工具 iPad Pro， 确实价格不便宜啊。其实对于很多大众用户来说呢，我们可以从这台产品上看到很多技术上的这个应用，比如说 Mini LED， 这个随着后续技术的成熟啊，很可能会下放到这个 Air 上面呢，甚至是 Pad 上面啊，都是有可能的。还有就是 iPad 它到底是不是生产力工具？我再举个例子，在疫情期间的时候，刚刚爆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的电脑什么的全部都在工作室啊，被这个锁住了。我用 iPhone 来录视频，用 iPad 来剪视频，前期更新的7、8个频道里边的视频全部都是用 iPad 来做出来的，是不是生产力工具？我觉得要取决于你自己。但是我估计都不是估计啊，
我觉得一定在苹果的内部应该是有跑着 macOS 的 iPad Pro。我觉得系统的大融合应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。我们想象一下啊，它识别到有一个完全体的键盘了，哎，它就变成一个 macOS。我一把它拿下来，它就变成了一个 iPadOS。如果在处理器性能足够的情况下，如果在系统足够完善的情况下，这种情况真的有可能实现哦。或者说它是一个必然趋势，因为不同的形态来匹配不同的功能，来满足你不同的需求，这是一个必然事件。每个人都想要一个这样的产品，对不对？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些思考，产生了一些帮助，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啊！更多内容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不关注点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等一下，算是一个小彩蛋啊，就是这个 Mini LED。有很多人说，你既然苹果都用了这么贵的东西了，是吧？这个为什么不上 OLED 的这个屏幕呢？全球目前 OLED 的这个产能基本上都在三星的手里。中型尺寸的 OLED 屏幕，而且是超高素质的中型尺寸 OLED 屏幕，非常少。我觉得这也是苹果在供应链策略上的一点吧，是吧？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